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佛历7月上13，万象小雨转晴，26到35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72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3基普，跌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71.39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82 基普，涨幅 0.12%。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0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基普，涨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呈现小幅震荡上扬走势，大盘最终在买盘的拉升下成功收绿。截至收盘，综合指数报收于 1306.81 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5.41 点，涨幅为 0.42%。昨日市场交易活跃度表现良好，全天总成交量达868600股，总成交额约为 21.52 亿基普。个股表现方面，市场呈现出一定的分化态势。在上涨板块中，萨万尼普系开发以及老挝农业表现亮眼，分别上涨50基普、50基普和20基普，成为推动昨日大盘上行的主要动力。相比之下，部分权重股和蓝筹股则遭遇了轻微的回调压力，其中外贸银行、老挝石油以及老挝电力分别轻微下跌20基普、20基普和10基普，万象中心也微跌10基普。其余上市股票如马哈腾、中老证券、联合发展银行等在昨日交易中股价保持平稳，以平盘报收。而老挝、水泥和东盟租赁昨日则未录得有效交易。总体来看，昨日老挝股市在多空博弈中多方略占优势，尽管数只大盘股出现微调，但在萨万尼等股票的逆势拉升下，综合指数最终成功实现小幅收涨。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995万6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53万4000基普，涨幅 1.08%。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5月27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3342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280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胡志明市祖国阵线向巴色市困难群众发放1亿基普救助。5月28日，越南祖国阵线胡志明市委员会在占巴塞省越南协会举行仪式，向生活在巴色市的100户老挝困难家庭及越裔老挝人家庭发放救助金，每户100万基普，总计1亿基普。占巴塞省建国阵线主席瓦沙纳辛里马，胡志明市祖国阵线常务副主席张世弼，信及越南驻老挝南部总领馆代表等出席。老方对越方的善举表示衷心感谢，越方表示未来将继续为当地有困难的老挝及越裔群众提供支持与帮助。2. 劳工管理司与甘盟国际医院签约合作。5月28日，劳动与社会福利部劳工管理司与甘盟国际医院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副部长彭塞萨因塔拉及甘盟省副省长德萨达马尼坎等出席。劳工管理司副司长布晚班亚翁与甘盟国际医院董事长唐金平代表双方签约。此次政企合作旨在提升国内外劳工年度健康检查的效率与规范性。通过该项目，政府将系统化收集老挝劳工入职后的工作与健康数据，为职业病认定及社保理赔提供科学依据。3. 南宁6·7学校老挝校友与中国广西举行联谊活动。5月27日，6·7互助与社会发展协会举办南宁6·7学校校友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联谊活动，庆祝老中建交65周年。总理宋塞西潘敦作为荣誉嘉宾出席，副总理通沙利芒诺梅、中国驻老大使方红及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卢新林等出席。中方于1967年在南宁创办该校，培育了1000多名老挝革命后代，如今许多人已成为老挝党政高层领导。未来，双方将继续在赴华留学奖学金、考察访问、教育物资援助等方面深化合作，并计划在万象筹建纪念馆和第2所6·7学校。4. 万象市塞塔尼大佛寺举办植树放生活动。5月28日，
万象市塞塔尼县农帕亚村塞塔尼大佛寺联合当地政府，共同举办迎6·1植树与放生活动。佛联中央副主席西屯、赛亚翁松大长老及塞塔尼县佛联主席马哈索帕、西本皇法师等高僧和信众出席。活动现场种植了果树和观赏树木，并将鸟类与鱼类放归自然，同时还为孩子们带来了文艺表演，发放了学习用品和糖果。马哈索帕西本皇法师表示，活动旨在培养年轻一代的环保意识与慈悲心，展现全县僧俗的团结。5. 乌多姆塞省警方遣返46名中国籍非法出入境人员。今年5月，乌多姆塞省公安局专案组联合相关部门，对蒙塞县望海村2处酒店进行突击检查，抓获50名非法滞留的外国人，其中中国籍46人，缅甸籍4人。经查，上述人员均无有效护照。5月26日，乌多姆塞省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本坎苏利塞中校作为老方代表，正式将46名中国籍涉案人员移交给中国云南省勐腊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由中方做进一步处理。6. 占巴塞省举办全省学生歌舞大赛。5月27日，占巴塞省教育体育厅在巴瑟市友谊商场举办全省学生文艺比赛，喜迎国际儿童节和全国植树节，共吸引14个单位代表队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巴瑟市的阿利亚本努因同学凭借歌曲《老挝名扬天下》斩获唱歌组冠军，赢得300万基普奖金。占巴塞勒洞蓬沙万友谊高中代表队则凭借舞蹈《辞旧迎新》夺得舞蹈组桂冠，获得500万基普奖金。官方表示，此次活动旨在为学生提供才华舞台，同时深化青少年的爱国情怀，传承老挝优秀传统文化。7. 巴瑟青年代表团赴贵阳参加中国东盟教育交流活动。5月25日至30日，由巴瑟华侨公学副校长潘乍纳巴屯通带队的15人青少年代表团赴中国贵阳参加以手拉手、爱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活动。来自中、老泰、马4国的近60名青少年齐聚一堂，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老挝代表团将通过中老学生结对体验、文化艺术展示、非遗历史考察、共职有艺术以及科技研学等活动，深入感知中国文化，提升双语能力，并向世界展现老挝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8. 万象警方捣毁一个14人电信诈骗团伙。5月27日下午，万象市公安局联合占塔布里县库晃村地方政府，对当地一家酒店进行突击检查，成功抓获14名泰国籍网络诈骗嫌疑人，含9名女性。目前，警方正依法对其开展诉讼程序，并将顺藤摸瓜继续深入案件的调查工作。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